当地时间周二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全国讲话，为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辩护，还形容行动非常成功，并继续批评已倒台的阿富汗政府不战而逃。此外，拜登还称阿富汗战争是中国和俄罗斯乐见的，撤军是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一步。拜登这番言论究竟传递何种信息？来看看报道。 讲话一开始，拜登就将此次撤军计划称作历史上最大的空运之一，是非凡成功的任务。No nation has ever done anything like it in all of history. Only the United States had the capacity and the will and ability to do it, and we did it today. 拜登说，在过去的17天里，超过12万名人员被疏散，其中包括约5500名美国公民。 对于自己做出撤军这一决定，拜登表示，这对美国来说是正确、英明和最佳的决定。拜登再次批评已经倒台的阿富汗加尼政府，他指美国在20年训练了超30万名阿富汗政府军，但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政府垮台。而对于外界质疑这次撤军行动仓促混乱，拜登称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在讲话中，拜登还不忘顺带将责任甩给前总统特朗普，表示是特朗普与塔利班谈判后做出了撤军决定。但他也不忘捡起特朗普的老套路，让中国和俄罗斯再次成为万能背锅侠。And there's nothing China or Russia would rather have, would want more in this competition than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bogged down another decade in Afghanistan. 不过，拜登的讲话透露出美方从阿富汗撤军的真实意图，就是聚集力量应对所谓中俄挑战。The world is changing. We're engaged in a serio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e're dealing with the challenges on multiple fronts with Russia. 美国的话呢，从阿富汗撤军，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仅是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它节省这个大量的人力物力所用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的话，它要发展国内的经济；第二个的话，在对外政策上面，主要是应对中国、应对俄罗斯。周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军在阿富汗驻扎20年，试图使当地人民文明化，本质是大规模地向阿富汗引入所谓的美式规范和标准，包括改变当地的政治架构，但这些却给美国自身和阿富汗人民都造成了损失和悲剧。 普京强调，解决阿富汗问题不可急于求成，应当以文明的、温和的方式支持阿富汗局势逐步向好。拜登的讲话并未在美国国内赢得认同。彭博社批评称，他在为失败的撤军行动热情辩护，对自身处理不当的批评拒不接受。有共和党议员批评拜登形同向恐怖主义低头，认为阿富汗战事远未结束，忧虑当地成为恐怖主义温床。 美国会众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更是将拜登政府在阿富汗的表现形容为有生之年见到的美国最大的军事失败。他表示，共和党人将向白宫施压，要求他们找出问题所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发表声明，控诉拜登抛弃了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应为混乱的撤军计划负责。此前有多名共和党人呼吁拜登辞职，其中包括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 他们认为，阿富汗近期发生的混乱表明，拜登不具备继续担任总统所需的领导能力，而是攻击这个拜登这个决定从阿富汗撤军的。我们说主要声音主要来自于共和党，当然我们说民主党内部也有批评的声音，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捍卫自己，做出这么一个决定。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政府美国社会呢，现在越来越两极化。 拜登无论他怎么做，无论他做得好还是做得坏，他势必会遭到来自共和党，特别是来自于特朗普的严厉的这种攻击。阿富汗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塔利班及其支持者以各种方式庆祝美军撤离。与此同时，阿富汗有关组建新政府的磋商已完成，将于当地时间周五宣布组建新政府。阿塔将以何种方式统治阿富汗？世界各国会承认塔利班政权吗？来看看报道。 在阿富汗各地，塔利班与民众以各种形式庆祝美军撤走。东南部霍斯特省甚至举办了一场模拟葬礼，他们抬着披有美、英、法等国国旗及北约旗帜的棺材，象征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命运。塔利班周二晚还透过阿富汗国家电视台透露，将于近期组织大型活动，以庆祝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美军撤出后，阿塔成员漫步在到处散落着残骸的喀布尔机场，与缴获的车辆、飞机和其他军用设备合影。
塔利班领导人还在机场跑道检阅了一支特种部队，这些特种部队成员换装全美制武器和装备。此前，政府军获得总价值高达850亿美元的美制武器，如今大部分被阿塔缴获。不过，美军对其中部分遗留在喀布尔机场的武器进行了销毁和破坏。据土耳其广播电视协会周三发布的视频，喀布尔机场的停机坪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直升机，一处机库中的黑鹰直升机和米17直升机内部已经全部被掏空，电子设备也被拆除。有一架停在外面的美军运输机的螺旋桨被扭弯，轮胎被扎破，控制台的电线也全被破坏。报道称，这一幕令塔利班很困惑，因为他们已经从别的地方缴获过美国的直升机，而美国偏偏要把机场里的飞机毁坏。塔利班还将此谴责为不可原谅的恶意行为，因为美国把他们的装备看得比阿富汗的未来更重要。针对喀布尔机场的状况，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强调，塔利班已在尽快恢复机场运作。بله موږ ته دوه ستونزې درلودې. اول د امنیت تامین. موږ د میدان هوایي دپاره ځانګړی ځواک ترتیب کړی ده. هغه به د امنیت په برخه کې د هوایي میدان امنیت ساتي. دوم برخه تخنیکي ستونزې. هلته بالکل ورانۍ رامنځته شوې ده. امریکایان چې وتلي دي ډېر شیان تخریب کړي او له منځه وړي دي. موږ نن رسنیو سره هم شریک کړل او امید مو دا ده چې زر دغه تخنیکي ټیم زموږ وتوانېږي چې هر څه کابو کړي او بیرته پروازونه پیل شي.此外，穆贾希德强调，阿富汗希望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但拒绝一些国家干涉阿富汗内政。هیواد مو د راټولېدو په حال کې ده، د رغېدو په حال کې ده، د آبادۍ په حال کې ده. پیغام مو نړۍ ته دا ده چې په دې برخه کې موږ سره کومک وکړي، په دې برخه کې موږ سره د سیاسي تعامل د لارې نه ښه معامله وکړي او نه موږ ځان ته خطر فرض کړي او نه دوی موږ ته خطر جوړ شي.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阿富汗即将组建新政府等动向。阿塔日前在南部坎大哈召开会议，由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主持，讨论了筹组政府等议题，并将于当地时间周五正式宣布组建新政府。中方真诚希望阿富汗各方顺应本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同各种恐怖组织彻底切割，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有分析指出，接下来阿富汗新政府组建后能否带领国家向前迈进，将很大程度取决于塔利班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塔利班呢也面临3重挑战，一个是政治重建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弥补各个族群之间的分歧，强化国家认同。第二呢就是经济的挑战。20年的占领期间，尽管向阿富汗提供了很多的援助，但是主要用于维稳和安全部队的训练方面，没有用于阿富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方面。同时，在美军撤离的时候，大批的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呢离开。近来，中美高层多有互动。除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度通话外，约翰克里作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年内第2次访华。而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二应邀出席公开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从无挑战和取代美国的野心，中美之间不应走向误判和冲突对抗。同时，他再次强调，希望美方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3条底线2份清单。秦刚履新后开始围绕中美合作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继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舍曼会见秦刚之后，当地时间周二，秦刚应邀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为其履新举行的视频欢迎活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前财长雅各布·卢、董事会名誉主席前贸易代表希尔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等出席了该活动。在主旨演讲中，对于当前美国友人否定中美关系50年来的发展成就，并认为中国在读美国书，中国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挑战和取代美国。对于这样的说法，秦刚予以驳斥称，这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严重误判。中国从来不把自己的命运押宝在别国身上，也从来没有挑战和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中国乐见美国凭借自身的力量，而不是靠压制别国或让别国吃药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China is betting against America, and China's goal is to challenge and displace America. And this is a serious misjudgment of China's strategic intention.
秦刚强调，中美之间绝不应走向误解、误判和冲突对抗，双方要明确底线，相互尊重。希望美方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3条底线、2份清单，特别要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南海等问题上谨言慎行，尊重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触碰和挑战中方的红线。That's why the Chinese people value sovereignty and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as much as their lives. There's no room for compromise or back down on this issue. 而在3天前，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应邀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就提出，美方应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2份清单和3条底线。很明显，中国在对美关系的处理中间的原则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通过尽最大努力的管控分歧，最大限度的扩大合作，从而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但是呢，我们观察美国国内的政要以及媒体舆论对华的许许多多的评价和认识，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呢，它一以贯之的以一种西方式的大国崛起必然导致战争的这样一种思维看待中国当前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势，从而就得出来了一个以西方的思维来观察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会更加具有冲突性的这样一种结论。当前中美关系又走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口，面临空前复杂严峻的局面。美上届政府采取的极端对华政策，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破坏，而这一局面迄今未得到改变，甚至还在延续。这与中美2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背道而驰。秦刚表示，美国有人认为中美合作面越来越窄，竞争对抗已经占据主导，这是对中美关系前景的严重误导。事实是，中美合作的需要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美不应相互敌对，而更应携手合作。美国工商界看重中国市场，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希望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明确反对美对华贸易战，搞脱钩断供。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较去年同期增长40%，其中中国自美进口增长50.4%，对美出口增长36.9%。这充分表明2国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双方经贸合作符合2国和2国人民的利益。由于自特朗普政府以来一直到现在，美国在对华政策的认识上出现了重大的这种偏差，从而将过去曾经使得中美关系稳定的许许多多的支柱，当作成了对中国进行政治化和妖魔化的诋毁，以及武器化的这种操作从而使得中美之间关系稳定的支柱和基石出现了摇摆和动摇。此外，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于本周2至周5访华。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将同克里在天津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同时在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双方应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保持对话沟通，开展互利合作，同时通过平等磋商，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新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这次访问已是克里4个多月来第2次访华。《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克里与谢振华频繁的交流，显示气候问题已成为中美之间深入合作的领域。而王毅在周日与布林肯的通话中也表示，近期中美就阿富汗、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沟通，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冲突好。中方将根据美国对华态度，考虑如何同美方进行接触。气候变化毫无疑问，是拜登政府极其看重的一个议题，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坦率地指出来，拜登政府在处理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中间，的确带有非常鲜明的试图利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来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及利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拉拢他的盟国，对中国进行一个围堵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在。这就使得气候变化在中美之间推进合作中间的这个作用会打折扣。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表示，中国没有挑战和取代美国的野心，但也希望美国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3条底线、2份清单。您对此如何解读？主持人好，秦大使赴美就职以后，以温和的态度、柔性的手法和身段，讲述中国的对美政策，期望2个大国呢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改变目前竞争对抗占据主导的格局。尤其是美国撤退阿富汗以后啊，这个美国政府呢宣称要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这呢是很危险的信号。中国呢就是要扮演拆弹专家的角色，设法呢减少中美对抗，做有利于中美2国、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儿。秦刚所说的中国没有挑战和取代这个美国的野心，这呢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原则，也是一句这个心里话。我记得呀，2014年的时候，美国热议遏制中国策略的时候，那么中方呢就明确的说，中方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无意呢与美国全面对抗。我们的目标呢，只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而美国呢，这个2个主要政党的共识呢，就是认为啊，这个中国要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因此呢，要设法遏制中国发展，进而呢，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对抗行为，给世界带来了不确定感。现在呀，秦刚再次重申，这既是要消除误会，也是设法呢管控分歧。这个有规则的竞合关系呢是可以接受，但是啊，以竞争对抗为主导就很不好。当然呢，秦刚也给美国指点迷津，要使美国呢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3条红线，落实2份清单，那么中美关系呢是会缓和的，会校正到竞争和合作的正确轨道，对2国有利，对世界担责。秦刚还指出呀，双方呢要保持对话，加强外交、经济、金融、执法、军队等部门之间的交流对话，重建有关对话机制，这呢是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愿呢美国能够心领神会。那在您看来，阿富汗局势变化是不是对中美提供了合作的契机呢？2国应该如何合作？阿富汗局势变化，我个人认为为中美合作呢提供了契机，但是美国呢似乎因为这个败退啊挂不住脸。美国撤走大使馆就是不准备承认阿富汗新政府，还呢以冻结阿富汗的95亿美元资金来要挟塔利班，抽调这个阿富汗呢最需要的这个财经支持。那么中国的方式呢就更加面对现实，更加着眼于未来重建，比较温和的呢劝解喀布尔的新主人呢构建开放包容的这个政治架构，这个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同各类恐怖组织彻底切割，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呢友好相处。不过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呀，中美的共同主张，比如说开放包容、温和稳健、反对恐怖主义等等。这中美合作呢，最关键的有2点：一是美国呢要向前看，阿富汗撤退虽然不太好看，但是呢，美国仍然可以成为关键力量，为今后阿富汗的和平与发展呢尽大国的责任。而是公允的评价中美关系，不要以敌意和对抗心态看这个中国的阿富汗政策。像美国总统所说的，这个美国撤退阿富汗呢，这个中俄最高兴，这呢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无论在阿富汗问题，还是在气候问题、朝核伊核问题上，中美啊要是真正能够合作，美国呢得首先改掉疑心病，也就是呢，中国是不是在挑战和取代美国？中国呢，只追求自己的发展，追求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才不愿意呢取代美国呢，因为啊，美国根本呢就不是中国的榜样。好的，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香港律师会周二改选会长及副会长，新会长陈泽明周3接受深圳卫视驻港记者专访，强调律师会应秉持专业精神，保持政治中立，不偏不倚地就社会议题从法律角度发声。
台军汉光37号演习9月15号登场，但在预演阶段就传出意外事故。一架 F-16战机周二在屏东县屏北机场进行起降时，被目击机头插入土里，让岛内对台军的装备和训练捏了一把汗。台媒报道称，这架 F-16上的2名飞行员没有受伤，飞机受到轻微损伤，详细原因正在调查当中。而就在事故发生的当天，台媒披露了一份台当局2022年度防务预算书，仍然在斥巨资购买 F-16战机。岛内媒体人直呼，台军士兵就是权力食物链最底层的牺牲者。周二清晨，台空军安排 F-16、幻影2000和 IDF 等各型战机在屏东县屏北空军机场模拟佳冬战备道地形，进行起降预演。一架编号为6829号的台军 F-16战机降落时，疑因失控无法刹停，飞行员虽紧急打开阻力伞试图降速，最终还是冲出了跑道，机头直接插入土中，机身瞬间冒烟。备勤的消防车随即赶到现场洒水降温，而紧跟其后的幻影2000紧急爬升才避开危险。台军方表示，初步研判，该架 F-16战机是预备机，因是降落时速度过快，加上机场跑道因模拟战备道而缩短，以致飞机滑出跑道。台空军参谋长黄志伟称，飞行员当时是否正确操作装备，正根据飞机黑匣子进行调查。而该架 F-16机头及起落架受损，但评估能够修复。若意外调查结果显示为个案，同型机将持续参与起降操演。台空军前飞行员饶自强则认为，事故可能是由于飞行员对降落场地不熟悉造成的，因为天气、刹车失灵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降落安全。但饶自强也说，即使面对陌生的起降环境，也应该事先做足功课。在落地的这个过程中，是不是相关的判断跑道的这个降落点有稍微往后延了一些，或者是落地之后因为场景不熟造成它刹车的这个量，或者是刹车这个没有预期到刹停的距离造成跑道变得比较短，那有余速冲出跑道，这个都是有可能性的。这些都是人为或者是机械或者是天候因素都有可能发生的。而针对演习本身，岛内舆论表示，汉光37号演习前就状况不断，这起事件已经是3周内发生第4起操演意外。其中，台陆军6军团的一辆云豹装甲车和一辆 M60坦克，分别在8月10号演训渡河时疑因溪水暴涨造成熄火卡在河床，以及19号在新竹湖口营区滑落边坡。8月11号，还有一架台空军 F-16V 战机起飞后发生座舱罩飞落。而台军汉光军也历来是演习事故频发。统计显示，1984年至今，总计已发生12起重大事故，共造成12人死亡、23人受伤、1人失踪。蔡英文当局上台后，重大伤亡事故更是不断。2016年8月16号，台陆军564旅进行汉光32号演习预演时，一辆 CM11坦克返回部队时坠入溪中，造成3死1重伤。去年7月3号，汉光36号演习预演，台海军陆战队99旅因海象不佳造成胶州翻覆，2人死亡。紧接着7月16号下午，一架参与汉光演习的战机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死亡。有分析认为，台军军演事故频发，不仅暴露出其武器装备上的诸多问题，也暴露了在民进党当局操纵下，台军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的现实。国民党籍明代台军退役将领吴思怀称，军售代表美方利益，卖的都是二手装备或废品；军购则是台湾方面的需求，却是有钱也买不到我们要的。台独的这些势力呢，在不断的去对台湾军队呢去渗透，但是这反而呢是把台军的思想给搞乱了。就是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为啥我要去打。在训练方面呢，自然而然他不想去用功了。另外一方面呢，在台湾地区呢，这些年人们的这种当兵的意愿呢是越来越低。你本来呢就招不来人，现在呢你再放大那种训练强度的话，那老百姓更不愿意了。那这一切呢，就导致了台湾军队的素质呢不断的在下降。即便如此，民进党当局仍大肆在军购上撒下巨资。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门周二将2022年度防务预算书送至立法机构，开支为4717亿新台币，约合168.9亿美元，较今年4534亿新台币预算额增长4%。当中包括401亿新台币用于新战机的采购。虽然台当局没有提供细节，但可能指的就是向美国购买的 F-16V 战机。
此外，台防务门早前还被曝提出总额高达2000亿新台币的导弹全量产特别预算案，重点用于加速量产各式具备所谓源头打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用于打击大陆沿海目标。是向美国交保护费，就是像 F-16啊，购买美国武器啊，实际上是让这个美国军火商感到欢心，让他们挣了大钱，然后他们再游说美国政府，来给台湾当局给一点甜头，甚至给一些政治上的很空洞的许诺啊等等。那实际上就是说，他最后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民进党当局我觉得网友骂得很正确，实际上就是花了那么多民脂民膏，都是没有效果的，最终是没有效果，对台湾社会对于他的未来没有一点帮助，甚至对于两岸关系对台湾社会是破坏性的。如此穷兵黩武、妄图搞以武拒统，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周二举办的一场所谓亚太安全对话中竟称，台湾致力于和区域行为者合作，愿意承担确保区域稳定的责任，并且不会将安全伙伴的协助视为理所当然，也致力于防止台湾海峡、东海及南海爆发军事冲突。还宣称台湾不走向军事对抗。岛内舆论直呼，以蔡英文当局的所作所为来看，这番言论就是自己打自己脸。他实际上他的意图，就是他这一段话的意图，就是要向和平的走向台独。这是他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他为什么要大肆购买美国的武器，为什么要跟美国的军方眉来眼去，那么甚至这个允许美国的军机到台湾，那实际上他一直在搞美台军事勾连。他所说的不搞军事对抗，那是一句空话。所以说他一边说着要和平，那么他另一方面在做充分的军事准备。所以说蔡英文的话不要听。创会114年拥有1.2万名会员的香港律师会改选，陈泽明律师当选新一任会长。周三上午，陈泽明会长接受了深圳卫视驻港记者秦月的专访。陈泽明谈及香港社会关心的多个议题，包括香港律师会如何坚守专业操守，如何保持政治中立，香港如何在国际大变局中保持竞争力，14.5对香港法律界的影響，以及他本人作為法律改革委員會成員的履職情況等等。會長其實都係想請你分享下，譬如即係嗰啲將來你會唔會有啲你自己嗰啲目標？因為其實你之前都做咗差唔多3年副會長，咁其實你自己其實都應該有自己諗法啦。咁將來帶領呢個律師會點樣發展？首先就啱啱上任啦，就24小時都未夠，咁所以咧今日可能就未必好具體咁講到俾你聽。不過我可以講一句咧，就係而家香港係處於一個幾富有挑戰性嘅一個時期嚟嘅。咁國安法通過咗1年啦，香港嘅選舉制度亦都啱啱有一個較為大嘅轉變啦。咁所以未來嘅發展係點咧？我其實好有信心嘅，只要我哋好好利用基本法之下俾我哋嘅人權嘅保障也好，投資嘅便利也好，再配合咗國家嘅發展，其實我係好有保持樂觀嘅態度嘅。咁更加要爭取呢個機會添啦，係咪？陳澤明是不折不扣的學霸，曾先後取得英國東倫敦大學法律學士、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法律碩士、英國牛津大學高級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及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碩士。他在1997年取得香港職業律師資格，2016年加入香港律師會理事會，2018年起擔任副會長，並於2019年至2020年連任。周二，陳澤明被選為香港律師會新一任會長。而在上周舉行的理事會改選中，5名專業派候選人全部當選，被認為是該組織回歸專業的新起點。陳澤明在見記者時就表示，香港律師會將保持政治中立，繼續不偏不倚地從法律角度發聲。律師會咁作為一個專業團體，點樣理解呢個政治中立？其實呢一個原則咧，我哋一定要堅持嘅。我哋對社會嘅問題要關注，但係我哋嘅關注個角度咧，純粹係用法律嗰個角度去睇嘅啫，唔係用一個政治，唔係話俾人聽因為市民個風向係點，我哋就會搖擺，唔係咁嘅意思嘅。法律人其實純粹係睇法律嘅啫，睇條文、睇案例，我哋俾出我哋嘅意見，中立，不偏不倚。陳澤明認為，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法治精神是香港市民經年累月創造出來的核心競爭力，也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需要全體市民繼續用心維護。近年來，香港發生了一些社會事件，目前正處在撥亂反正的過程當中。
陈泽民认为，对于社会问题，个人看法不同，这很正常。律师作为市民的一部分也是如此，但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守法律。我諗好多市民都討論到呢一個問題，就特別近呢幾年喺社會事件影響之下咧，其實對我自己嚟講，其實好簡單嘅啫。大家尊重翻基本法嘅原則去辦事，尊重一國兩制啦，其實就已經冇問題㗎啦。有咗呢個原則之下，其實市民佢哋嘅生活、佢哋嘅自由、佢哋嘅投資都受到保障嘅。美国针对香港祭出一些所谓的制裁措施，动辄声称要威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还有美国的一些所谓智库也跟随美国政府进行炒作，将香港从他们制定的全球自由经济体榜单中删除。但据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今年6月发布的202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香港排名全球第7位，显示国际商界继续对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和競爭力充滿信心。陳澤銘表示，這一趨勢在他的客戶中也有明顯的體現。嗰啲做生意其實即係嗰啲生意同之前國安法之前比，外國嗰啲企業比，你覺得係即係增加咗定係咩咧？其實我個人嘅經驗嚟講咧，因為國安法而決定離開香港咧，喺我客戶中係冇嘅。只要你解釋清楚俾佢聽，你作為一個正當商人喺香港投資，國安法同你係冇關係嘅。其實基本上，國安法係裏邊提到有4種罪行嘅，叛國叛亂恐怖主義、勾結外國勢力，其實個機會係零咁滯嘅，即係近乎零嘅。如果一個普通嘅商人嘅話。上周，國家“15規劃”宣講團來香港宣講，受到香港社會各界熱烈歡迎。深圳衛視注意到，陳澤銘早在今年4月就在一場線上研討會上分享了“15規劃”為香港法律業界帶來的新機遇。在專訪中，陳澤銘強調，根據 CEPA 協議，香港的律師事務所在10幾年前就已經以聯營的方式進入內地市場。現在“15”為香港律師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他向香港的律師同行們推薦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合資格者可申請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城市執業，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目前，香港律師會有超過400名會員參加了這一考試。喺14.5規劃之下咧，香港係有啲好重要嘅角色去扮演嘅，特別喺法律界方面啦。咁而其中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就係大灣區嘅發展啦。大灣區當然亦都包括深圳啦。深圳裏邊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前海啦。咁所以前海嘅發展咧，我哋香港律師會從來都係重視嘅。如果一個香港律師有香港嘅執業資格，加上一個大灣區嘅執業資格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提供一個一站式嘅服務嘅，我覺得係無可限量嘅前途。陳澤銘表示，香港律師會作為專業組織，有義務為會員律師爭取權益，而國家的“15規劃”又把一塊新的很大的蛋糕切給了香港。爭取權益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方向咧，就係睇有啲乜嘢商機可以幫佢哋帶到俾佢哋。14.5規劃其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機遇。香港係一個區域性嘅爭議解決中心啦，咁呢一個已經係對我哋會員係好重要嘅。14.5規劃之下咧，仲有一啲新嘅任務俾咗香港嘅，就係頭先提到嘅知識產權嘅交易中心。普通法嘅原則之下咧，如果嗰啲知識產權係你發明嘅、你用開嘅，如果你長久用嘅話咧，甚至唔需要註冊咧，你喺香港嘅法院都受到保障嘅。咁所以呢樣嘢嚟講咧，同其他嘅司法地區嚟講係較為有競爭性嘅。咁所以咧，我都非常歡迎14.5規劃裏邊提到香港應該多啲發展呢個知識產權嘅交易中心，我亦都好睇好呢一方面嘅發展嘅。日媒報道，日本防衛省在2022年度預算概算要求中申請的約5.5萬億日元，約合3223億人民幣的預算，比2021年度最初預算增加了2.6%，再創歷史新高。日本計劃在2022年採購10架 F-35戰機，以及標準6防空導彈、新型反艦導彈、新型護衛艦等等，並着力提升太空能力。其中，日本陸上自衛隊首次提出艦艇採購計劃，引起外界的高度關注。據日經新聞網周二的報道，增加的預算中，追加採購 F-35戰機將是一大筆花銷，尤其是可垂直短距起降的 F-35B 戰鬥機。2021年度防衛省採購6架同類型戰機，2022年度計劃再購入10架。
近年来，日本加速改造现有2艘出云级准航母，以搭载一定数量的 F-35B 战斗机，成为轻型航母。截至7月底，出云号已经完成航母化第1阶段改装，并计划为出云号加装 F-35B 着舰装置，还正在研究年内实施 F-35B 战斗机在该舰进行垂直起降演习的方案。此外，日本计划开发舰载长射程导弹，开发费用需要379亿日元。日本宙斯盾驱逐舰还计划采购标准6远程防空导弹，也要花207亿日元。其实日本已经连续9年它的防卫预算往上面走，就是每年都增加，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明年编列的预算，它大概超过 GDP 1%，这是过去几十年来日本罕有。这非常少见，超过1%。但我认为未来这个可能变成它的常态，因为日本为了这个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我们知道出台很多与周边相关情势有关的军力强化的一些政策。至于说是不是针对中国，我们看美国的印太战略，其实它剑指的主要就是中国，就可以看出日本这样的一系列作为，它的对象就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瞄准中国大陆。值得注意的是，陆上自卫队还首次提出舰艇采购计划，要求防卫省下年度预算中列入运输舰艇的建造采购费用。有分析指，此次日本陆自提出的组建运输舰队，其背后蕴含了2栖登陆作战的需求。2018年3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下属水陆机动团的第1个联队正式成立，由此拉开了日本自卫队专用2栖作战部队建立的序幕。目前，水陆机动团人员、装备以及物资的海上运输投送，主要依赖于海自的大鱼级船坞运输舰。据悉，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大鱼级船坞运输舰有太多不适合执行2栖登陆作战的缺陷，比如该舰只能投放 LCAC 这类的气垫登陆艇，而无法释放回收2栖战车、常规排水登陆艇。另外，大鱼级船坞运输舰的后部飞行甲板虽然可以同时起降 CH-47大型运输直升机以及 MV-22轻转旋翼机，却没有设置机库，无法长期搭载直升机作战。更重要的是，水陆机动团的主要作战使命是在小型岛屿上，即日方所谓的离岛作战。而大鱼级船坞运输舰的外形尺寸和吨位太大，大大限制了大鱼级船坞运输舰向这些岛屿运送人员装备的能力。而正是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决定向防卫省申请采购专用的2栖作战舰艇，包括1艘1800吨级的中型运输登陆舰，以及3艘420吨级的小型运输登陆艇。这2型舰艇不仅具备运输能力，还可能拥有抢滩登陆的作战能力。我们都知道，过去来日本像这个相关的运输都是靠海上自卫队运输船舰，包括一些2栖船舰或者它运输船舰。但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来，日本对于西南诸岛的经营特别的强化，包括陆上自卫队在部分的岛屿要增建所谓导弹部队，那另外还有一些侦察部队、监视部队等等。那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增建了陆机动团，就是日本版的海军陆战队，这些都增加了陆上自卫队对于自身运输能量的需要。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至于为何连续9年增加防卫预算，日方给出的理由听上去冠冕堂皇，却并不令人意外。除了应对所谓中国军力的扩张，日本政府还强调，今年4月美日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表明，日本决心强化自身防卫力量，只有增加防卫费，才有能力兑现对盟友的所谓承诺。事实上，多年来，日本政客每次增长军费，必提所谓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将其作为日本军力扩张的借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作出回应：日方动不动就拿周边邻国说事，无非是为其军力扩张寻找借口。中方奉劝日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外界还注意到，为进一步充实增加预算的理由，日本政府准备提前2年修改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现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于2018年12月颁布，覆盖2019至2023财政年度，确定了这5年间日本部队编制、防卫装备的规模和相关预算。
据悉，首相菅义伟、防卫大臣岸信夫等高层8月上旬已决定修改该计划。防卫省和国家安全保障局已开始讨论修改方案，预计最快年内完成。不过，这份预算案能否最终顺利通过，也存在变数。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即将拉开帷幕，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虽然此前表达了力争让菅义伟在选举中实现连任的意向，但民意调查显示，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仅为26%，再创新低。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将于本周4开启，并持续到9月22号。届时，消费者可选购来自29.8万个知名品牌的1300多万件商品，还可在相关电商平台大湾区购物节专区享受多项优惠。这是迄今为止大湾区商家参与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线上活动。香港、澳门、珠三角内地9市各具特色，汇聚了众多优秀中国企业、民族品牌。为展现大湾区亲情相通、融合发展、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在中秋和国庆双节即将来临之际，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开幕。期间，大湾区内包括美食、美妆、数码、家电、个护、家居、服装等100余个产业带将惊喜亮相，品类丰富、数量众多的港澳地区产品是其中一大亮点。此次购物节由商务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指导，紫金文化集团、广东省商务厅、香港中联办宣文部、澳门中联办宣文部等单位主办。记者注意到，以往的双11、618等购物节都由电商平台自发举办，而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的指导主办名单中出现了多个政府部门，且购物节时间点又恰逢中秋佳节，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同胞期待美好生活的关心，并积极为港澳同胞创造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机遇。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电子商务则涉及物流、仓储、广告等多行业的联动配合，因此线上购物节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能力、服务水平和开放程度的集中体现。根据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快递大数据开发应用工程实验室数据，粤港澳大湾区人均对快递的使用量居全国首位，平均每人每年要发出近200件，收到快件超100件。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集中了多达全国11%的非保税高标准物流仓库，电子商务正是租赁高标库的主力军。同时，正在稳步推进的湾区通工程，则旨在促进信用信息、电子支付等在各地区城市间的标准互认、规则衔接、政策互通，以打破壁垒，激发活力。